美国着急收网，大俄坐等收网，欧洲被抛弃，乌克兰被献祭。这次俄乌之战真的要剧终了吗？如今回头看，这场打了快4年的仗，越看越像一笔糊涂账。当初都以为大俄不会打，结果突然就打了；当初又都以为大俄很快就会赢，没想到一拖就到了今天。当初又以为美英宗能一锤推动俄乌和谈，结果到今天都4锤了还没完。从年初的72小时结束战争，到3月的利雅得会谈，再到8月的阿拉斯加会晤，再到当前的日内瓦谈判，每次都是进展很顺利，结果不如意。就拿这次从天而降的28点来说，还没2天就变成了19点，然后又变成了22点。这和平协议就跟乌克兰到底欠美国多少钱一样，是个谜，说不清楚，也写不明白。没办法，涉事方实在太多，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俄乌战争从来就不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的事，这后面牵扯着美国、欧洲还有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当初大俄为什么要打乌克兰？你看，北约炮口都对着家门口了，乌克兰这个缓冲区还一天到晚闹幺蛾子，不好好揍一顿，就等于洗好自己的脖子等死。所以乌克兰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美俄问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和平协议才能让美俄欧乌四方都满意？这次日内瓦谈判以及变来变去的和平协议又究竟会把俄乌冲突带向何方？特朗普正在对乌克兰项目进行强制清盘，而他提出的所谓28点和平协议几乎全盘接受了俄罗斯在2022年提出的核心诉求，土地换和平以及乌克兰去北约化。为了让乌克兰就范，美国不惜以断绝军援作为筹码，迫使泽连斯基坐在谈判桌前，还下达了所谓的感恩节 deadline， 说什么如果感恩节不把这28点给签了，你就好自为之。而一旦这个协议真的实现了，乌克兰承诺不加入北约，就意味着北约自2008年以来向东扩张的尝试正式宣告失败。俄罗斯不仅保住了克里米亚和顿巴斯，还获得了理想的战略缓冲区。这对于美国或者北约来说原本是不可接受的，但特朗普有自己的逻辑，不排除他的深层意图是想联俄制华，和私人感情无关。特朗普从他第一任期开始就是东大为头号心腹大患，他的一系列对外政策都是围绕此点展开，这也是他和拜登、奥巴马这些传统恨俄党政客的最大区别。为了这个幻想中的战略，牺牲乌克兰在他看来只是必要的首付。至于泽连斯基会不会答应，说实在的不重要。无论谁当美国总统，他们对乌克兰的心态都是一样的，傲慢、交易主义，还有救世主情节。利用你是看得起你，弱者根本不配提条件。不同意没关系，等战场上白白牺牲的炮灰够多了，超出乌克兰承受的底线了，自然就会同意。而这种按着乌克兰的头签字的做法，也顺便能满足一下老美走下坡路时这种超级大国的虚荣心态。我不仅能发动战争，我还能强行终止战争。除了战略考量，营宗还有一个迫在眉睫的门槛要过，那就是明年的中期选举。对选民来说，每一分不再流向基辅的美元都是美国优先的胜利。再加上最近丑闻缠身，营宗继续结束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来巩固自己摇摇欲坠的人设和票仓。一言以蔽之，乌克兰在美国政府的通胀数据和印太战略面前一文不值。虽然特朗普最后收回了感恩节 deadline， 但心态没有变，最后通牒也还在。说白了就是乌克兰你记住，我不是来和你商量的，我是来通知你的。要么现在签了这个别管几点的和平协议，要么下周不仅没有导弹，连情报共享都会切断，你自己选。与美国的急切不同，俄罗斯现在就像一个老练的猎人，时间和战场优势都在他这边。而近4年的俄乌战争也再次印证了一个历史铁律，在拼消耗和拼意志这一块，大俄就没输过。普京赌赢了最关键的一局，西方的虚伪民主制度决定了他们很难长期忍受高通胀和战争疲劳，战场才是真正的谈判桌。俄军在顿巴斯一线的稳步推进，就是谈判桌上最大的底气。他们不需要祈求停火，他们要通过继续进攻来逼迫对方接受更苛刻的停火条件。复仇的快感总是美妙的，对克里姆林宫而言，这不仅仅是设立缓冲区，这是对1991年苏联解体后地缘政治屈辱的清算。乌克兰的中立化意味着西方长达30年的北约东扩战略在第聂伯河畔撞得粉碎，亚速海即将变成事实上的俄罗斯内湖，黑海舰队的安全从此有了物理保障。俄罗斯向全世界展示了他对制裁的蔑视，一个资源自给自足的大国在脱离美元体系后依然可以生存甚至增长，现在也是俄罗斯最好的战略机遇。美国的退让还有欧洲的软弱给了俄罗斯一个明确的信号，西方是可以被拖垮的，领土是可以通过武力改变的，哪怕将来有一天签了停战协议，只要停火线没有强有力的维和力量进驻，这都只是一场中场休息，随时可能在恢复元气后卷土重来。有人说，战争让俄罗斯经济完全转向了军事凯恩斯主义，和平之后，这种不可持续的模式可能会崩溃，为了维持生存，俄罗斯将不得不更彻底依赖资源出口。这个观点对也不对，因为如果没有这场冲突，俄罗斯也许不会开启他们这30年来一直想却一直没能做到的经济结构转型。而在持久战的压力下，俄罗斯不得不加快重建自己的航空、汽车、精密机床和电子产业。
虽然过程挺痛苦，但最后的结果是俄罗斯终于又有希望把关键产业链抓在自己手里，推翻过于压在身上的西方技术倾销这座大山。现在的俄罗斯卖资源不假，但也正在向工业强国迈进，甩掉了对欧洲市场的依赖。俄罗斯彻底拥抱亚洲，搞基建，修西伯利亚铁路，开发北极航道，整个贸易网络也在重组。以后的俄罗斯将很有可能变成连接欧亚大陆的关键物流大枢纽。一言以蔽之，大俄现在的策略就是稳住，千万不能着急。耗到美国迫使乌克兰签字就是胜利。如果说美国着急收网，大俄坐等收网，那欧洲就是被抛弃的孤儿，乌克兰就是被献祭的祭品。现在的欧公子就像一个失去了保护伞、钱包被掏空且面临内部精神分裂的旧贵族，舒适区躺久了，站都站不起来。俄乌和平协议一旦签署，美国撤了这把梯子，欧洲就要独立硬扛了，怎么可能扛得住？新仇旧恨，吓都吓死了。80年了，自打二战之后，欧洲成平已久，早就没有了好勇斗狠的心，更何况所谓的欧洲战略自主就是一个没有美国支持就无法运转的笑话。过去他们担心如果不彻底击败俄罗斯，未来欧洲的安全架构将由美俄私下交易决定，而欧洲只能买单却没有话语权，所以坚决不签字。但如今不同意恐怕也不行了，一言以蔽之，欧公子没有能力阻止美俄达成交易，也没有胆量独自接过硬扛大俄的大旗。所以英法德三国虽然在公开场合依然会说乌克兰和平计划对欧洲安全的影响必须征求欧洲方面的意见并得到欧洲同意，但在私底下他们估计已经在疯狂计算，如果防线真的停在乌东，我们要出多少亿欧元才能让俄罗斯放弃仇恨。而比起被爸爸放弃的欧洲，乌克兰似乎更惨，血流干了还要被卖，又想要领土完整，又想要加入北约，还想要战争结束，熊掌猎人三得，可能吗？在当前的局势下，能保住国家主权就不错了，还要什么自行车？当然了，咱们是旁观者清，路该怎么走很清晰，但泽胜不行，他要面对的是幸存的乌克兰退伍军人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这些人会质问，我们牺牲了整整一代年轻人，就是为了换来一纸割地求和的投降书，签吧，就是投降总统，不签就是亡国总统。老实说，无论28点怎么变，怎么拉扯，核心框架大概率已经无法改变，投降还是亡国就在他的一念之间，留给泽胜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再假装演上几场据理力争的戏码，演员总统生涯也该落幕了。老话说得好，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3年前，泽连斯基还是西方议会的宠儿，今天他已经沦为了不知好歹、阻碍和平的麻烦制造者。就记住一句话吧，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绝对拿不到。冷眼旁观的吃瓜群众们热闹看了3年多，大家看出什么来了？我先来说结论，二战之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可能要被打破了，规则从来都是给弱者定的，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有实力你就在桌上，没实力只依靠别人画饼，你就在菜单上。乌克兰有今天纯属自找，当年契合的时候想到了今天的被瓜分吗？被西方忽悠挑事的时候想到了今天的被瓜分吗？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做美国的盟友是致命的，基辛格含金量还在上升，俄乌可能按下暂停键，但世界局势依旧微妙。以前我常说10年之后美中关系会到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但我今天要说明年也很重要。脚盆机家的搞事儿大妈要靠军国主义赚声望，美英宗要靠赢得明年的中期选举政治续命，大俄要恢复经济更深入的拥抱亚洲，全球南方要摆脱美国霸权挣出一条活路，多方势力下场，权力与欲望交织，可以预见明年的世界将会比今年更加见证历史。大争之势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暗流涌动，胜者为王。泽连斯基公然拒绝中国调停，压住西方能否换来和平？俄罗斯前脚刚提议想请中国为乌担保，泽连斯基后脚就哐当一脚踹翻谈判桌，公然拒绝中国调停，而且话说得很冲，说什么我们过去没有给予乌克兰任何的军事援助。不是，在前段时间的美俄会谈前，是谁喊话中方主持公道的？对此我们只能说一句，没有必要陷入自证，也还好没答应。那么一个国土正在沦为焦土，经济全靠输血，连公务员工资都得靠援助才能发出来的小国总统，到底哪来的底气，敢对一个世界级大国的调停方案公然说不？要知道，根据民调显示，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已跌至 49%， 政治筹码正同步蒸发。小泽到底是真的硬气，还是他身后有人正掐着他的脖子，逼他念出早已写好的台词？这场看似无解的俄乌僵局，他的钥匙究竟是在基辅，还是在更远的地方呢？想看懂泽连斯基的选择，首先要明白一件事，今天的乌克兰已经不是一个主权完全独立的国家，它更像一个重症监护室里的病人，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每一根管子的另一头都连着西方的生命维持系统。战争打的是钱，是后勤，是工业生产能力，而乌克兰的经济早在2022年开战后不久就开始暴跌了，那它凭什么能跟号称世界第2军事强国的北极熊打到现在？答案只有一个，
被书写。来自美国和欧洲源源不断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正是乌克兰战争机器得以运转的最大燃料。这笔账我们得算清楚。根据公开数据，从2022年2月战争爆发到2025年初，仅仅是欧盟及其成员国承诺和已经提供的各类援助总额就接近1860亿美元，其中美国光是军事援助一项就超过了669亿美元，这两项加起来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些钱不仅用来购买武器弹药，还用来支付乌克兰公务员的工资、民众的养老金，维持着整个国家机器的基本运转。这不是援助，更像是被包养，而被包养就不要谈独立人格。当一个国家的财政和军事命脉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时，他的外交政策就不可能独立。所谓的主权早已在这份沉甸甸的账单面前被抵押得一干二净，所以泽连斯基对中国成为停战担保国的态度才会如此摇摆和矛盾。一会儿希望中国参与和平峰会，一会儿又反过来指责说我们站在莫斯科这边。对此，与其说这是精神分裂，不如说这是被动强硬。他的表态从来不是说给中国或俄罗斯听的，而是说给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金主们听的。当金主们需要他扮演强硬角色时，他就必须表现得像当年日本一副一欲碎的决绝，而当需要他在国际上营造我们也在努力寻求和平的形象时，他又得做出愿意对话的姿态。他就像一个提线木偶，所有动作都必须按照剧本进行，因为拉着线的那些手随时可以剪断他的生命线。中国早在2023年就提出了12点和平方案，内容非常丰富，也很公允，核心就是尊重各国主权、停火、开启和谈。这些条款哪一条乌克兰不想要？但问题不在于条款内容，而在于这份方案是谁提出来的。在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反俄联盟里，乌克兰作为被援助的头号马仔，如果敢绕开老大，去跟老大眼中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谈和平，这是什么行为？这是背叛。这种行为的后果泽连斯基承担不起，只要他敢迈出这一步，西方的援助可能在24小时内停止，他的政府很可能会立刻垮台，前线的军队也会随之断粮断弹。因此泽连斯基陷入了一个死局，他要想为人民争取和平，就可能得罪金主，导致政权崩溃。而若想保住金主的援助，就必须拒绝一切不由金主主导的和平方案，将战争无限期的拖延下去。在这场政权生存和国家和平的残酷选择中，他选择了前者。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悖论，一边以捍卫主权的名义成为硬气戏子，一边又为了将这场捍卫战打下去，不得不将国家的主权一步步的抵押出去。他骑上了一头由西方资本和政治喂养的老虎，现在他发现自己根本下不来。乌克兰的棋盘上，棋手只有一个，那就是西方。但棋盘之外，真正的棋手们正在进行一场更宏大、更残酷的博弈。这场战争的走向从来不由乌克兰人的意志决定，而是由华盛顿、布鲁塞尔等的战略算计所左右。对于美国来说，俄乌战争的账本有两本，一本是给选民看的政治账，上面写着自由、民主、抵抗侵略；另一本是锁在五角大楼和华尔街保险柜里的经济账，上面只写着两个字：利润。和平，在老美看来，和平不能当饭吃，但战争可以。尤其对于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技术这些军工巨头的股东来说，乌克兰人的鲜血就是他们财报上最亮眼的红色。因为战争一爆发，这些军工巨头的股价就像坐上了火箭。雷神公司的 CEO 格雷格·海耶斯就曾在2022年毫不掩饰地对投资者说，东欧的紧张局势为公司提供了绝佳的国际销售机会。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战后1年里，美国5大军工巨头的股价平均升值近 13%， 远远跑赢了整体下跌的美国3大股指。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仅在2022年1年就给股东们派发了110亿美元的红利。这个逻辑链条非常清晰，战争爆发，政府紧急军援，国防预算飙升，军工复合体订单接到手软，利润和股价齐飞。在这个完美的商业闭环里，一个迅速到来的和平或者一场乌克兰的决定性胜利都是不符合商业利益的。只有一场旷日持久、高强度消耗的拉锯战，才能让这个利润机器不停地运转下去。这也完美地显示了西方的援助模式，给的武器刚好够乌克兰不被打死，但又绝对不够让他一举反攻，彻底获胜。美国的核心战略目标从来不是乌克兰的胜利，而是俄罗斯的持续失血。一场可控的漫长的代理人战争，既能拖垮一个老对手，又能让军工复合体赚得盆满钵满，还能顺便把欧洲的资本和产业下到美国避险。这简直是一石三鸟的完美生意。至于乌克兰的死活，那不过是这笔生意必要的成本罢了。如果说美国是这场战争最大的赢家，那欧洲就是最大的冤大头。他为一场由美国主导的棋局付出了血淋淋的经济代价。战争最直接的冲击就是能源。在战前，欧盟对俄罗斯的天然气依赖度高达 43%。战争一响，北溪管道被炸，俄罗斯那儿的便宜天然气没了，欧洲只能含泪高价购买美国的液化天然气。
能源成本的飙升对于德国这样的工业国家是致命的，无数高能耗的企业要么减产，要么倒闭，要么就只能把生产线搬到能源成本更低的美国去。根据研究，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显著降低了欧洲企业的股票回报率，并增加了他们的违约风险，尤其是化工、汽车、金属等行业受创最重。欧洲正在为这场战争付出2次钱。第一次是掏出真金白银援助乌克兰，第二次是用自己工业的衰退和民众的生活成本飙升为美国的棋局买单。这也揭露了所谓跨大西洋联盟的真相，它从来不是一个平等的伙伴关系，尤其在这场危机中，欧洲更像是美国战略的前沿阵地和提款机，而且已经被扒掉了一层皮。同时，由于欧洲的安全高度依赖美国军事存在，因此进而导致了自身的战略自主权丧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经济利益被牺牲，以维持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伞。在这样一盘棋局中，中国所提出的早日停火停战、开启和谈就显得格外高明。我们拒绝被裹挟进非黑即白的阵营对抗，而是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坚守和平底线，力求避免冲突扩大。这一招打的不是俄乌战场的短期结局，而是全球人心的长期走向。而这也向广大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展示一个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形象，一个致力于和平发展、尊重主权的大国，而不是一个热衷于搞阵营对抗、靠贩卖战争牟利的霸权。这场僵局不会因为某一次谈判或某一场战役而轻易打破，它已经演变成一场残酷的消耗战，比拼的是国家意志、经济韧性和战略耐心。谁能熬到最后，谁才可能是真正的赢家。俄罗斯的经济能否在制裁下撑住？欧洲的工业和民生能否承受住长期的能源高压？美国民众对一场持久的战争的耐心又能维持多久？乌克兰还能有多少年轻人被送上战场？这4个问题将最终决定战争的结局。而任何由外部强权强加的和平都注定是短命的。历史的教训我们不能忘记。1919年的巴黎和会，英法美等西方列强完全无视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中国提出的诉求，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回国内，引爆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在全国人民的怒吼声中，弱小的北洋政府挺起了一次腰杆，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凡尔赛合约后来被历史学家称为20年的休战，因为它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埋下了第2次世界大战的种子。这个教训告诉我们，任何不公正的、无视当事国核心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所谓和平协议，都不过是下一场更大规模战争的序曲。当年的中国虽然弱小，但至少还能保有拒绝的权利。而今天的乌克兰，通过将自己的命运完全外包，甚至可能连拒绝一份不公正和平的权利都已经丧失。他的未来将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讨价还价中被决定，而不是在基辅。这就是俄乌冲突给我们最沉痛也是最宝贵的教训。一个国家的命运终究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别人的施舍永远换不来真正的尊重和安全。在国际政治这片黑暗的丛林里，唯一的安全保障就是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强大到没有人敢轻易动你，强大到你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乌克兰的悲剧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这个世界丛林法则的残酷真相，也照出了我们自己那条布满荆棘却独立自主的道路是何等的正确与珍贵。